好，前一个单元呢，是跟各位说明管辖的重要性。现代国际司法学，不管是理论或实务，为什么不谈国际裁判管辖不行？再来，第二个分野就是准据法的部分。准据法的部分呢，是国际司法传统上面的研究的范围。在我国，这一部法规叫做《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也是各大学法律系授课的主要的内容。传统上面，国际司法就是以选法规则，选择准据法的这种法规，我们简称为选法规则。那这种国际司法传统上就是以这种选法的理论或选法的规则为中心讨论发展而来。所以先程序后实体，所以准据法会影响到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实体的法律关系。那针对这个部分呢的基础理论，我想我们需要跟各位所说明的特别说明的是，其实在上一个单元呢，我们已经有跟各位提到，我国是采取国际司法强行性制度的国家。国际司法在我国呢，它是一种强行法规，法院必须要依职权主动的来判断他所受理的案件是否为国际司法案件或是涉外民事事件。是的话，你必须要依照国际司法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案子，不能够直接用我国的民法或商法这些实体法直接来做判决。如果我们的法院没有依职权适用国际司法的方法来处理涉外民事事件，而是直接适用民商实体法来做判决的话，这一种判决呢，是属于违背法令的判决，可以作为上诉第三审的理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这个案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59号判决，这边我们截录一小段：查上诉人某某某为外国法人，本件应属涉外民事事件。原审未依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之规定确定其准据法，据依我国法律而为汶莱商智胜公司败诉之判决，自有可议。上诉论指摘原判决违背法令，求予废弃，非无理由。我们截录了这一段最高法院这个废弃原判决的这个理由，这边我想非常明白清楚的，就是在说明刚刚我们跟各位所讲的，只要法院所受理的民事事件是涉外民事事件，或说国际司法案件，纵使当事人他在诉讼上没有向法院主张说这个是涉外民事事件，法院啊，拜托你用国际司法的方法来处理。就算当事人在诉讼上没有这样主张的话，法院必须是依职权主动的要来适用国际司法的方法来处理涉外民事事件，不然的话，这个判决是违背法令，是会被最高法院纠正的。这是第一个强行规范性。第二个，管辖与选法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上一个单元特别跟各位提到先程序后实体。先程序后实体，管辖是程序问题，选法是选择出来的准据法
是适用在当事人之间的实体的法律关系上面，与程序问题无涉。这两个管辖跟选法是两回事，是分开的概念，不宜混淆。我们的实务上面把两边加以混淆的这一种案例呢，所在多有。例如台湾高等法院84年度海商上庚字第6号判决要旨，这边说，本件债务履行地与受货人及被上诉人均在中华民国，联系因素最多：一、前开德国国际司法的规定，债务不履行之准据法因反制结果应为中华民国法律，故我国法院就本件有管辖权，准据法应适用中华民国法律。简单的来讲，请各位注意看倒数第2行，准据法因反制的结果应为中华民国法律。法院先讲准据法是我国法，故我国法院就本件有管辖权，准据法应适用我国法。等于这个案例是用准据法在决定管辖权跟准据法都是我国法，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混淆管辖跟选法的一个实务案例。所以先程序后实体，论理逻辑上面，法院应该是先确定有没有管辖权，没有管辖权就驳回，不用实体审理，不会去扯到准据法。有管辖权，这个时候先程序后实体，实体审理的时候才有准据法的问题。这个时候准据法所选择出来的不应该再包含管辖的问题。我想各位应该可以了解蔡老师在这边跟各位所做的说明。以上是准据法的部分，在观念上面需要特别注意的。谢谢各位。